好，今天是2011年11月27号第3章第11次上课好，好，先放到这边好。那这个好，我们介绍一下那个深入了解那个费米能量跟公函数之间的关系这个固态物理会很严谨的证明我们这边不证明，大家就记住结果背起来那费米能量费米能量是弄错了，sorry。费米能量是正比于浓度的3/2次方背起来正比于电子浓度、体浓度的2/3次方，那浓度越高，反正越大就对了那我们看一下真空能阶跟费米能阶跟这个公函数的关系。我们知道这个金属金属它外面是一个费米球，它所以外面能量叫费米能量。那我们把最外面的电子的金属最外面电子的能量最高轨率的能量那移到激发到移到那个真空能阶需要的能量，我们就叫公函数就叫公函数，要做功把它移到真空能阶变自由电子，这叫公函数。也就是说，所以我们在这得到这个公式嘛，公函数就是什么？真空能阶减掉费米能阶嘛所以说当电子浓度越大的时候公函数就越低因为它的费米能阶上升同理能量下降的时候费米能量下降，公函数就上升。所以说就是为什么说这个用 aluminium rich 的话它的浓度上升费米能量就下降work function 就下降。我再讲一次aluminium rich 的时候aluminium rich 这个浓度变高费米能量就变大，所以公函数就变小。反之你用 enrich 的话，因为是氮化金属氮化物，它的电子浓度比较低嘛所以它电子浓度比较低的时候，它的公函数就比较大，所以它接近 p metal， 所以 p metal。那之前我跟大家讲，我们已经找出来了就是我们用 TiAl 就当那个 N metal， 用 TiN 当 p metal， 要背起来TiAl N metal，TiN p metal。这要背起来这边打星星打星星这两页要打星星好，那你看这个就是说我们就是之前有讲 Intel 这个High Performance 的水雪 Voltage、Standard Performance 跟 Ultra Low Power Voltage 各差0.1伏假设是0.1、0.2、0.3，你要怎么精准去调控这个值呢就是这个就是利用那个 nitrogen rich 的 metal 去调或是说 aluminum rich metal 去调就可以了，就可以了所以它是当然这3个 CPU 不会同时坐在一个12寸晶片上了，是这一批10000片全部做 high performance 的伺服器晶片，下个月全部做手机的 ultra low power 的晶片所以那公函数是在那一批那一个月是固定的，它不会在那边混来混去，不要自己找麻烦嘛，是不是不会在那边混来混去的啦不会自己找麻烦啦，反正终究一个月就一批出来嘛，一个月一批嘛一个月一批的 CPU 这样出来了，你这么混来混去，这一周那个，这周那个，那互相搞错了怎么办？那有代价一下子就是几十亿、几百亿，就是失误烧毁掉了，对不对？OK，好，我们现在讲那个 scaling，这个也很重要。我们看大概这个图，我们看一下这是 Intel 的早期坦白说，在 FinFET 以前，Intel 都是 number one 它 number one 以前讲大家都讲我们要 Intel like， 那 Intel 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那现在都是 TSMC like 啦那台积电做什么，全世界大家在做什么？真的这真的，我们台积电是
还有其他相关的半导体产业、IC设计啊、联发科等等这些哦，真的是台湾之光啦。全世界60%的半导体，6到7成的半导体都是我们台湾做的啊、都是我们台湾做的啊。你说，大家不是很喜欢日本吗？羡慕日本吗？然后羡慕美国，好棒棒啊！羡慕德国是技术领先啊什么？那结果他们连那半导体都不会啊，他们汽车产业现在就贵。拜托，几乎都要跪着求我们那个小英啊，跪着求台积电去那边帮他们赶快申请汽车晶片，要不然宾士没有车卖宾士没有车卖，Toyota 没有车卖，美国车厂还没有车卖，特斯拉还没有车卖，全部都靠我们对不对？你看我们那个晶片业掌握全世界独大的，几乎是瓶颈我们没有这个，他们几乎是最重要的战略产业对不对所以不要妄自菲薄。所以现在以前是 Intel Like， 现在是 TSMC Like。好，我们回到以前 Intel Like 的那 Intel Like 它早期有做 Strength Silicon， 这我后面会教然后再来 High K Metal Gate 所以45奈米才做 High K Metal Gate，sorry， 不是90，是90是做 Strength Silicon 这正在 Mobility， 然后就在讲，所以45奈米开始做 High K Metal Gate High K Metal Gate， 当然是就是 Intel Like 嘛，那全世界就致敬它，大家都这样做啊，32也是这样做了32也是这样做，22当然继续用用 FinFET High K Metal Gate 继续用没有说 FinFET 这么High K Metal Gate 那么好用 ，FinFET 不用，那是傻的嘛，是不是？所以半导体这边还跟大家讲一个观念半导体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它可以有外延的效应，就是说你在 FinFET 找到什么好的方法你可以旧的世代继续用你 FinFET， 比如说你在 FinFET 有新的什么更好的 strain 的方法，更高的 ALD 的 High K Metal Gate， 那你就是可以外延到65奈米、45奈米、28奈米的，像那汽车晶片大概是28，就相当于我们讲28大概是 Intel 的32啦，所以这汽车晶片就是到这里，就是用这个技术。那汽车晶片不用 FinFET， 汽车晶片不用 FinFET 虽然特性很好，效能也最好，什么都好，好棒棒价钱也贵一点点而已。那汽车产业是要求安全，对不对？汽车跟航太甚至不敢用航太可能用90航太可能用90所以说那个那个人民安全的前提之下那汽车晶片其实最高等级到28就好了，不要再下去了，再下去很危险像特斯拉说好像未来要用台积电的7奈米、5奈米我是就替他捏一把冷汗哪一天那个某一块那个最重要的运算单元那个AI 的那个运算演算的单元的那个区块刮掉，你特斯拉不知道去撞什么东西，我们讲安全一点，去撞那个分隔岛，对不对就很危险所以特斯拉就是说用5奈米、7奈米，我是觉得有点太 over 了一点了当然，这个伊隆马克是很会喊很会喊股票会上升，他当然就开好棒棒很开心他投资人都。伊隆马克、特斯拉好伙伴们都很开心那事实上我是觉得蛮危险的了汽车产业大部分还是用28奈米平面式的比较可靠，像宾士、Toyota都是用这种的，安全第一safety first 牵扯到人命的话 safety first。那你手机笔电随便手机会电死你吗？笔电会电死你吗？会突然爆炸把你炸死，把人家炸飞吗？就是说这个对不对？塔利班在那个阿富汗用笔电，就自己把自己炸死，没有那回事嘛，对不对？顶多就烧坏就算了嘛。那笔电手机那么便宜，对不对？跟垃圾一样便宜。那汽车就不是了，汽车的100万等级起跳，100、200、300的那钱就算了，关乎人命好，那个微缩的定律、微缩法则叫做定电场微缩，要背起来来背5遍微缩法则 constant field scattering constant field scattering，constant field scattering， 定电场微缩，定电场微缩，自己写中文英文还不是自己的母语，还不太熟，就写定电场微缩，定电场微缩，定电场微缩。那微缩可以怎样增加效能？增加效能，哪有说你不微缩？好你就是中芯不要微缩嘛，谁会买中芯出的手机？我说大陆中芯微电子啦，不会谁会出联电代工的手机？没有人nobody。
大家都晶片都是联发科、高通、Apple 的，都是台积电做的，对不对？效能才够啊。那 CPU 不是 AMD 就是 Intel 啊，对不对？啊，Intel 它有独门的技术、独门的设计啊，所以它 CPU 还是有一定它的领先地位啦。Intel CPU 还是绝对的霸主啦，大概有70%啊，AMD 3成啊，尤其是在那伺服器那个笔电跟伺服器的领域呢，Intel 是我有绝对的霸主这样子啊。好，那 AMD 因为跟那个台积电是一个商业联盟的好伙伴嘛，所以 AMD 就慢慢上来，慢慢上来，好，慢慢上来，慢慢上来，好，那减少功耗这也很重要哦。如果我们现在不微缩的话，一台超级电脑要用一个核电厂去推才推得动。那你现在一个超级电脑也用不了多少电，也就是你们家一天用的一个家庭用的电而已啊。大家讲超级电脑哪有多超级啊？就是把几个 CPU 几百个串起来而已啊。谁串的多，谁串的多，谁演算法做得好就是超级电脑啊。那根本就是没有什么智慧的啦，没有什么难的东西啦，就兜起来都乐高积木而已啊。你又不是说全新开发一个新的架构，石墨烯的 CPU 或量子电脑。不过量子电脑真的是真的是跨时代的啦，量子药监等级的啦。我说一般现在的比如说脸书啊、Google 这些 Amazon 这个伺服器，所谓的超级电脑，就是好几个 Intel CPU 这样连起来而已啊，或好几百颗的 AMD CPU 连起来啊，高级矿机也是这样子而已啊，就拼积木就对了啦。你讲的超级电脑没什么好挤啊，拼积木啦，拼积木电脑，谁钱多谁就超级嘛，是不是？你砸一兆下去，你也可以做台湾砸一兆可以做全世界最好的超级电脑啊。问题有那个必要吗？就是要看看嘛好，增加密度然后设计延伸这个也很重要我们定电场微缩这个可以延伸我们设计，我待会会讲它原理，还有维持可靠度，因为可靠度会出问的地方都是大电场问题。我们像之前讲 LDD 在 gas 赛崩溃，如果那边的电场太大的话，那元件就会崩溃掉。所以定电场的话，我保证我微缩到下一个世代，那电场还是一样的，所以它不会崩溃，不会坏掉，可靠度还是维持住。好不好？这5个特性特别重要，要背起来要背起来。微缩不是在乱微缩啦，你以为都在微缩省钱啊？就是在那边微缩省钱而已，是不是？做俄罗斯娃娃这样一个一个越做越小，不是啦。DRAM 是这样Flash 是这样但是逻辑晶片不是这样，CPU 不是这样没有在给你省钱的啦。哎呀，这个笔电啊、桌垫啊，什么手机越卖越贵，没有在那边给你便宜省钱的事情啦，知道吗？张忠谋的名言低于毛利50%，他不做他后来退休才那个讲真话吃了诚实豆沙包他说没有再便宜的啦，我们台积电东西没有再便宜的低于50%以下毛利的产品不做了，这是他成功的原因真的非常非常厉害他现在退休才讲诚实豆沙包出来好像知道了嘛他们吓一跳，因为微缩就在省成本才不是嘞，他要维持他的毛利率永远都是要50%以上，100块我就是要赚你50块，你想怎样啦？你想怎样？那你找别家，你去找那个中国的中心帮你做很便宜他只赚你1块钱就做出来东西不能用，垃圾不能用，那怎样？对不对比如说某家手机厂用那个连大陆自己都不用他们的 CPU， 对不对？结果只能拿来干嘛？玩贪食蛇你要玩吗？是不是？只能用烂可能都不能用，升级以后不能用对不对只能拍照片玩贪食蛇，这种手机谁要买？对不对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微缩这个微缩把镜头拉一下那你看这个就是左边那个就是比如说是上一代的对不对上一代我们现在全部乘以0.7，几何尺寸全部乘上0.7全部乘上0.70.7在这里了，我看在这0.7几何尺寸你自己抄一下k 等于0.7，几何尺寸全部乘上0.7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假设我们的电压是
VGS 等于 VDS 等于 VDD 嘛哈，那你看你的横向的电场 EX 横向的电场哈，就 VDS 除上 L 哦，我电压也微缩，我这个长度也微缩，我电场是固定是1啊，是1，对不对？那 Y 方向电场呢，我 gate 的电压也微缩 ，gas 也微缩，所以我的等效的电场也是1，所以这是 constant field scaling， 这样会打哦，这样会打哦，当然考试 open book 啦。啊，但是你一定要自己要牢牢背起来啦，尤其是你专业就是要主攻那个半导体的话，哈，这个不背起来哈，这就很奇怪了，这就很奇怪了，好像开玛莎拉蒂2哨不带铝棒就是带那个什么什么带那个比如呼啦圈，哎，那就不是玛莎拉蒂2哨标配哦，知道吗？啊，所以要背起来啊，哈。OK，大家看一下啦，我们都清大都是比较高知识分子了啊，我们不会去干那个了，做这种，就看到新闻真的是很奇怪啦，反正社会一样米百样人然后，唉，好，这个我们通常那个 IC 设计评估这个 ID per W 啦哈，这个词啦哈 ID per W，我们看一下，然后它在微缩下去哈，我们去运算一下哈。这你们自己练习啊，考试可能会考，是重点啊。哦，它这也是常数，也是常数。那最右边那一个 P 等于 IV 哈，那电流呢？哎，我的笔跑哪去了？啊，这个电流啊，P 等于 IV 啊，I 变成那个 K 倍，V 也变成 K 倍啊，但是它的功率就变成 K 平方倍，这很重要哦。功率变成50%而已，这很重要啊。所以说，现在超级电脑、超级伺服器，它并没有非常耗电，它不需要设在核电厂旁边啊，对不对？啊，如果你不微缩的话，你的伺服器要设在核电厂旁边呢，我们可能要盖到核100号呢，核100哦，台湾要盖核100，美国要盖到核2万，怎么可能？对不对？核2万，我们才核4就不能盖，对不对？啊，如果你半导体不微缩，你要盖到核100啊，盖到核100哦，这样每个县市。每个乡镇市都有哦，可能如果你不微缩哈，10年后就要每个乡镇319个乡镇都要一个核电厂，知道吗？哦，因为才够你手机啊这些电子产品使用，你想不可能嘛？所以微缩这个也是在拯救地球，知道吗？就是它会节省功耗，节省功耗。我们是讲每瓦效能，我们现在讲以前是讲效能，现在讲每瓦效能，我们把每瓦的意思就是代表把节能这个指标重要指标、功率消耗指标算进来。现在都强调每瓦效能，1瓦之下可以产生多少运算力？要每瓦效能。哦，那越高越好。也就是说，你要消耗越少的瓦数，那效能越来越高，叫每瓦效能，知道吗？好，这个 depression 比较不重要，我就不讲了啊。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表啊，这个就是它的几何 scaling 的这个 factor 哈，几何 scaling 的 factor 哈。好，那浓度就要记住稍微要相反了啊，浓度要变高哦，浓度变高哦，浓度变高主要是说这边我们要让这个空乏区哈也要变大。空乏区也要变小了哈，depression 位置也要变小，所以这个浓度要变高。就唯一就是变高就是这个浓度啦，K1哦，在这个浓度哦，还有浓度哦，唯一 K 在下面就是这2个哦。OK，那电压也是 K 倍，我刚讲过了嘛，这样才能定电场萎缩，定电场萎缩啊，定电场萎缩，已经讲5遍了，我到那边讲10遍了。那定电场微缩之下，我们说是 v 等于μ1嘛，对不对？你速度也会维持固定啊，对不对？速度也会维持固定啊。飘来飘去，那设计的话很方便啊。那这个你看到几何尺寸同时乘上0.7，你看在设计多方便。你在这个 layout 那个软体或 EDA tool 哈，你只要按一下微缩啊，我按一下微缩那个。click 那个键，然后你要微缩几倍，0.7，and 啪，整个设计全部设计好了。所以 IC 设计第1代当然很难啊，你要微缩就是乘上0.7啊，
就是你的电脑按一下快捷键，按一下0.7 Enter。好，你的 IC 的布局图画完了，画完了就画完啦。哦，7纳米到5纳米就这样画完啦。当然，会有一些寄生效应，那时候再小，再慢慢的克服，慢慢解决了。整体来讲，就是真的是这个样子。你看这个定电场微缩多么厉害，也设计的延续性这么简单啊。按0.7整个类要布局图，按0.7电路图，那么复杂的电路图乘以0.7就好了。那电脑都会帮你算啊，你也不用自己在那边拉线拉去拉到眼睛脱窗啊，就乘以0.7就好了。你看多么威力啊！哦，这核弹级的，你看这个微缩是核弹级的，啊。那 capacitor 呢也会变小了哈，那其他自己说啊，我们特别讲 power 啊 ，density 就是变成2倍嘛，对不对哈？那记忆体就是记忆体性能记忆体的性能不会提高太多啦。你说现在做什么3D 堆叠记忆体，跟以前的2维记忆体其实特性不会差太多了，不会差太多。那只要是就是说密度变高，成本变低。你看你现在用的 Flash，你之前买16G，跟你现在买256G 的3.0规格的 Flash 有差吗？就容量一样啊，结果现在价钱一样啊。2年前买16G 跟现在买256G 价钱是一样的，对不对？好，所以记忆体就是纯粹就是节省成本了。坦白说就是这样子，所以做记忆体也是蛮挑战的啦。哦，就是韩国人就做特别变态啊，就是做特别好。那张忠谋觉得跟他们拼这个没意义啦。你走你的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做那个逻辑设计，就我们做的赚的更多，对不对？因为记忆体 IC 太单调了，太单纯了，对不对？太单纯了啊！那一定要拼到世界第一。那个反而你看联电，虽然它技术没有很好，可是它也做很多包罗万象的 IC 啊，对不对？它不做记忆，它也不做记忆体啊，所以联电也现在也很棒啊，世界先进啊，也很棒，都很棒，还有力积电都很棒。那台湾现在这个百花齐放，它是时代的怎么讲历史啊，跟国家竞争力的关系啦。详细自己这个网络都有很多很多专家网红都有在讲了啊。网红比较 low 啦，经常看大师去讲的那些演讲的啊，网红有些都乱讲的有些网红书也没念多少，你也在迷他，真是有点怪怪的了好，我们看一下这个，那这边都有公式了那个 delay time 变成0.7，那在频率是 delay time 的导数频率变成1.4啊，所以你现在频率是不是越拉越高？早期 CPU 从1GHz 到2、3、4、5、6，对不对？那超级电脑可以一起拉到10。那现在还有一个新的那个技术的趋势在发展，就是低温电子学。把整个 CPU 泡在液态氦或液态氮里面，像液态氮是77K 嘛，它频率就可以拉到120G 了那你报到液态氦呢，或是稀释的液态氦呢，就是可以达到 mini K 10-3K那就是做什么量子电脑。所以低温电子学低温半导体学现在是非常非常热门的显学。当你微缩不再下去，温度下降是一个另外一个思考方向比如说，微缩不下去的话，我们就走3D 堆叠的嘛。虽然3D 堆叠我没有教了，还有另外一门很深的学问的了那就是另外一门课的东西了那往3D 堆叠走你自己抄笔记往3D 堆叠走，往低温电子走，往量子电脑走，抄一下。摩尔定律解除以后，就可能会往这3个地方走：3维堆叠、低温电子、量子电脑，这3个。目前看到很明显的现象，这3个，而且这3个确实是可行的方案，可行的、可量产、可赚钱、可持续性的。那你说石墨烯可不可行？那就大家现在不认为石墨烯是可行的方案，不认为。因为石墨烯制造太麻烦了，太贵了大家不认为它是可行的方案。现在看到明确方向的3个微缩之后不能微缩的3个可能方案：3D 堆叠，我再讲一下：3D 堆叠、低温电子、量子电脑。
量子电脑就是低温绝对在低到不行的低温就变成量子电脑。OK， 好。那这个高性能的话，有一些要求啦，哈，就是自己看一下，上号这边自己应该都有一些基础常识，我就不念了啦，啊。好，这个是 high performance 嘛，就是那个 low，这个就 standby performance 啊，那是 ultra low power，就是手机啦，就是 Intel 这个啦 HP、SP、LP 啦，哈，LP 就这三个啊，当然就是每一家。每本书的命名不太一样，我们以 Intel 为命名为标准啊，HP、SP 跟 LP，好不好？好，我们看一下，最后我们看一下这些真实的那个体验的图了哈，那个是Qualcomm啊，Qualcomm是